南青，你现在可有点过了啊！别忘了啊，你现在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明白吗？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是，你就是被魏国罪遭罪了。但是别忘了，你那前老丈人往死里打压你的时候，是谁助你动身捡起的？鬼哥，已经按您的吩咐把那段视频给他们发过去了。给他们看了是吧？他们什么反应？行，那你继续帮我盯住他们，有什么消息随时跟我说。好。这回湾南的关系也是我搞来的，你就算嫌倒吃飞醋，也等到生意做成了再说吧。把刀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刀放下！师傅，哎，来，老焦啊，亲自和的馅儿包的小包子，啊，尝尝。趁热吃啊。来，师傅最近有什么心事吧？没什么。有什么事儿就跟师傅说说啊。看你这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没什么，师傅。小时候啊，这玩具坏掉了，你会哭。长大以后呢，就不会了，因为你知道它是玩具。同样的，所有世间价值，你比如名声、称赞、批评、忽略、关注、快乐、得到和失去，它们全是玩具。它们跟玩具一样，当我们的智慧成熟以后，它们全是玩具。趁热吃。没错，我想杀王小乐已经很久了。从他想跟我离婚那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筹划。你大学老师同学都说你当年可是完美男友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有什么用呢？王小乐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，我花费了多大的力气才让他们勉强同意。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我跟他的感情挺好的。那会儿刚参加工作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可随着我的工作越来越差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他就……今天去医院，我们猜要碰到谁了？谁啊？刘健，就来咱俩婚礼上那个。
人家现在可是3甲医院的大夫呢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他，不但没有预约，还帮我找了专家。行啊，那你以后就多找他呗。同样都是学医的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又没事找事儿啊？你但凡有点本事，我至于没事找事儿？我怎么没本事了？我缺你吃，缺你穿了。我就差你那点吃的穿的了是吗？当初咱俩婚礼的时候，我就说要5星级。对，5星级酒店，最后给的3星级，能有点新鲜的吗？好，我就跟你说点新鲜的。结婚之前你是怎么说的？度过这些困难期就会让我享福呢？你天天除了给我画大饼以外，你还会什么呀？这房子不是我买的，我每个月工资给没给你？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这房子就是个2手的，你挣的那几个子儿连几千块钱都没有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连车都养不起。我天天除了坐地铁就是坐公交的，我多长时间没买过一件衣服了？你现在还有脸这么说？说来说去不就是我没本事？对，我不跟你吵啊。对，你就是没本事，你就是没本事，你不但没本事，还没编制，没地位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我当时就下去了。你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他挑剔我，我是没当上3甲医院的大夫，没钱没地位，可他呢？他不就是个卫校的行政编吗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警官，我不是吹牛啊，以我当年的成绩，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我是可以随便挑的。如果我当年去了其他的专业，我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我是为了王小乐才学的医，他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他还越来越看不起我。你对王小乐家暴过吗？牛博生告诉你们的吧？你就不怕王小乐报警，或者告诉自己的亲人朋友吗？王小乐好面子，虚荣心强。像他这样的人，不会把这样的事情轻易告诉别人，尤其是他的父母、他的朋友。当然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一般不会打他的脸，像这样比较明显的地方。我也会哄他，可能那会儿还没决定跟我离婚呢吧，挺好哄的。让小叶挑大梁，你放心吗？来喝口水。谢谢。说说作案过程吧。我还真是筹备了挺长时间的。牛博生的存在我早就知道，让他当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，所以我就开始调查他。他还真是个变态，生活也太规律了，再加上那点见不得人的癖好，离群索居，倒是也没花多少功夫。大概在6个月之前吧，我就在社区医院偷了他的换洗衣服，我就等一个合适的时间下手。案发当天，是你主动联系的王小乐吗？为了造成跟他藕断丝连的迹象，我时不时的会联系他，有时候也会主动找上门。我知道，他跟那个叫黄冲的，已经想结婚了。他现在巴不得甩得我越远越好，但我不想让他如意，会时不时联系他。你别这样，咱俩都离婚那么久了。
乐乐，乐乐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咱俩早都没机会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，以后就别再来了。走的时候记得把钥匙给留下。不，乐乐，就今晚，就一次，求你了，乐乐。啊，你先去洗澡。啊，好，好。事成之后我就离开了，再之后的事情，跟你们推测的差不多。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杀人嫁祸，你体力还是挺不错的哈。我是悄悄锻炼了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我以前都不喝酒。我在小区北门，那都是演的，我自己都觉得挺假的。但是他们看见了，信了，也记住我了。但是事成之后呢，我就不能演了，尤其是面对你们警察。我没想到这样一个小伤口会被你察觉到。你疏忽的还不止这一个，我们还找到了你偷牛伯生衣服的视频。为什么要把尸体摆成那样？当然是为了羞辱他。他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就让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看看我的杰作。要不是时间不够了，我都想把他的脑袋割下来。我撬开看看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不开眼？他就看不见我的好呢？你在王小乐身上切了17刀，这17刀也是为了让我们坐实牛伯生吗？王小乐和牛伯生认识了17年，这个数字对他们2个人都有意义。尽管这17刀我是真没少练。哦，还有墙上的字，也是我模仿牛伯生的字体，练习了很久。你就这么恨牛伯生吗？谈不上。嫉妒他？嫉妒？像牛伯生这样阴沟的老鼠社会的渣子，我嫉妒他？他有什么可让我嫉妒的？当你知道买房的20万是牛伯生借的，什么心情？我觉得我可笑，我眼瞎了，我怎么会看上像王小乐这样的荡妇？连牛伯生这样的渣子败类，他都要勾搭。你不要污蔑受害人。污蔑！如果牛伯生跟他没有一腿，他会借钱给他吗？啊，警官，你会借钱给他吗？警官，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们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怀疑到我的？你为了引我们找到这棵树，找到牛伯生，故意选择这种免费发放的计生用品。但你不知道，牛伯生从来都只用一种海淘品牌，而且他还有把外包装当做纪念品的习惯，从偷窥王小乐开始，从未间断。即便你没有自作聪明地放置这些包装，我们也还是一样会调查到牛伯生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，好。别看了，没到时间呢。天哥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吃完了，先走了啊！拜拜。才吃啊？走了，拜拜。慢走啊。等会儿啊。哎，怎么今天就磊叔一个人忙活？静姐带着她那个小宝贝儿去那个宠物俱乐部去了。不过这2年静姐的气色是好多了。那可不，磊叔为了让静姐不那么难受，
整天都乐呵呵的，快成习惯了都。来了，今天的特价菜——水果咕老肉，尝尝。这什么颜色啊？磊叔，这个古老肉里不应该是菠萝吗？你这怎么是火龙果，还是红心儿的？肯定是火龙果促销买多了呗，没地儿用了。看破不说破，你这个破孩子，你尝尝。磊叔，尝尝。哎，这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们说这个吴达跟牛国生，这两个人谁更不正常一点啊？这王小乐可真惨，被这两个奇葩给缠上了。真爱可以喂的。喂，徐局。徐局，这两位是省厅禁毒总队的林副总队长和赵副处长，进来吧。这两位是省厅禁毒总队的林副总队长和赵副处长。这个女人是火哥的情妇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做点小买卖。以前的陈雨墨不在了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现在叫丹青。我们这次的行动，就是要将火哥、爆黑两个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这两伙人相互信任，目前看来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可以特事特办。师傅，哎，睡不着啊？想让你出来陪我吹吹风。来，你是不是也睡不着啊？对啊，我也没睡着。那个事儿想明白了吗？知道怎么做吗？一切行动听指挥吧。有师傅您在啊，肯定没问题。
别生气了，啊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老板王勇，道上人称鬼头乐，又叫阿鬼。早年是看场的马仔。那会儿鲍老板与贺老六争地盘，你替鲍老板挨过一枪，枪眼就在你左边倒数的第2根肋骨上。也正是因为那一枪，你取得了鲍老板的信任，成为了他的亲信。连我这么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给挖出来了，看来火哥对我不是很放心啊！啊？彼此彼此。人倒是夫妻俩床头吵架床尾和。火哥和青姐，听说前几日还闹得不可开交呢，连菜刀都用上了，怎么那么快就和好如初了啊？没想到你对我们夫妻生活还挺感兴趣的。不看青姐，一看您这就是语中豪杰，向你学习。鲍老板派你来见我们，什么意思？那还不是火哥声名在外吗？那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。你们的货质量不错，但是我们老板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商。要想跟我们合作啊，你们得证明自己有保质保量的货源，同时呢，还得安全可靠的运进湾南，送到云溪。从边境到湾南，本来查的就很严，再到云溪呢，难度不小啊。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。老板说了，如果成，日后合作的好，让你们做我们最大的供应商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。你说话能算话吗？那当然了。行，回去转告你们鲍老板，我能搞定，只不过需要点时间。什么意思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来，我来吧，给我，小心啊！谢谢。死者为男性，根据小臂的长度以及脂肪的厚度，我推测身高应该在170到175厘米左右，体重应该是80公斤。在现场发现了3灵虫，死亡时间大约在4天前。因为身体组织的不规则性，我们现场的麻包现在都已经装满了，大约在8公斤左右。目前我们只找到了2个麻包，剩下的应该被抛到了别处。
我是痕检员司元龙，我现在在抛尸案的第一现场，目测到栏杆上有少量血迹，怀疑是嫌疑人抛尸的时候留下的。具体的抛尸动作还需要通过痕检做进一步分析。我推测，嫌疑人应该是走到这个位置，将装有尸块的袋子放到栏杆上，然后用双手推了出去。根据抛尸的距离来看，应该是一个人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每一个抛尸地点栏杆上都会有相同的痕迹。走，前面又发现新的尸块了，快点！这间隔5公里啊，发现2个麻包，这已经是第6个。小臂、大臂、躯干，已经部分内脏都找到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天亮前就能搞定。小银汤，还一碗，我等下去拿。好，来姐，你的这碗没葱。哇，你还记得我不吃葱啊？谢谢。你吃，我等会儿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是老板，你们吃吧。来，我就不跟你们让了。好吧。哎，你们觉不觉得小尖尖这2天特别主动，应该是心情不错。这不天天都这样吗？哎，不，那个小龙，你那个小女朋友不是开饭店的吗？你让她借我一个厨师救救急。朋友，注意措辞啊！再说人家的厨师你请不起，特别贵。有多贵啊？你请不起。说正事儿啊，从那个尸块的数量来看，嫌疑人必然是将尸块全部放在某种交通工具内，沿着高速公路有规律的抛洒。可以排除装载能力弱的摩托车、电瓶车。结合路段，农用3轮不让上高速也可以排除。我怀疑啊，嫌疑人应该是驾驶的是汽车。再结合抛尸距离和这个栏杆上的擦痕，嫌疑人应该不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将尸块抛入车外，而是停下来抛尸，而且抛尸地点距离公路都不到2米。我推测嫌疑人可能只有1个人，而且没有帮手。还有啊，他家大概率应该是种地的，一共发现了11个麻袋。这个年头还能用麻袋，而且一次能拿出这么多的，大概率就是农村种地的。暂时也不能排除生产商和批发商。老焦，这个收费站
那个监控调了吗？啊，跟交警队打过招呼了，相信上午就有信儿。你说那麻袋也就能装20斤的物品，装谷物吧少了点儿。走啊，你呀一会儿吃完馄饨啊，回去再查一下，那些麻袋啊都是旧的，一定把麻袋翻过来仔细找找，看看之前装过什么。我今天尽快确认。我在麻袋底部分别发现了4样东西：碎裂的花生壳、棉花的叶子、碎土以及芝麻粒。这些麻袋没有反复使用过的痕迹。假设犯罪嫌疑人家同时拥有这3种农作物，如果是农村种地的，那咱们省同时种植这3种作物的地方本来就不多，云溪市的周边只有洞山区有一些。抛尸路段前后50多公里，大部分属于洞山区。路段两侧早年开矿导致塌陷，很多地方现在无人居住。犯罪嫌疑人应该对周边地带十分熟悉，很有可能就是洞山本地人。洞山，我记得那片那个耕地就在城区的南北两侧，那个北边还有一条大河。如果说抛尸的话，北边不是更方便吗？何必要绕到南边的老矿区？而且洞山我记得有2个高速入口，一个在城区的西北角，离咱们大概有个100多公里，还有一个是在云溪市的西边，离咱们30来公里的地方叫什么来着？这脑子。石浦过去就以古法榨油闻名，那个地方就是种什么花生啊、芝麻呀，这倒跟子无说的对上了。这死者呀，大概50岁上下，男性，体态呢有点胖，大概死亡时间是4天前。死者呢，除分尸切口外呢，并无他伤。死因呢，现在还不清楚，头部呢还没有找到。他这个左手臂啊，有一胎记，这是需要重点排查的。这分尸啊，要不就是为了处理尸体方便，要不就是为了遮掩身份，要不就是2者都有。嫌疑人具体分尸原因现在还说不清楚，但是尸体的头部没有找到，大概率是被嫌疑人藏匿了，怕通过死者面容能找到他，推测是熟人作案。还有，我看尸块的切口特别平整，要是用手锯的话，因体力原因会出现停顿，因此这个嫌疑人应该是用了比较专业的电动工具。电锯？电锯只是统称，有非常多的种类。交警队来信了，他说一会儿就把这1周内的高速监控给咱们发过来。好。石浦村开油坊，有车，和死者认识。近日周边各分局都没有收到失踪人口报告，说明死者很有可能就是单独居住的中老年男性。师傅，我先把目前掌握的情况传下去，发协查通报，看看 DNA 能不能有所发现，首要解决尸源问题。干啥去？这就走了？这现在都开始自个儿给自个儿分配任务了，飘了，膨胀了，年轻人就逮了个乌达飘了。小爷有积极性，这是好事儿。不行，这么干太危险了。
要不再想想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警察，要是弄不好，咱们都得被撂里。汪黑还是没有打消疑虑，不给他推个强心针，这次的合作8成要黄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您点的奶茶到了。我去拿。马刀具不符合。行真学里个性化的定义是什么？偶然发生的2件事情，绝不可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发生；2件东西绝不可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构造；2件东西绝不可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磨损；2件东西绝不可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破坏。小海，把这个给大家发下。好嘞。师傅，辖区派出所反馈石铺村的户籍居民中有个叫陈大宁的，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死者特征，正在联系他的家属，看看 DNA 是否能比对上。尸体的头颅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叶家，你把门关上，我给你说点事儿。小陈坚，仙哥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天天的，小尖尖呀，小尖尖呀，这都没反应。咋的了？说，有什么心事儿？我能有什么心事儿？你没心事儿，那怎么跟前2天不一样了？前2天挺开心的呀，这2天又回去，是不是你师傅骂你了？没有。哦，那就是谈恋爱了。没有。啊，这也没有，那就是，你是不是被那个白月光把魂儿给勾走了呀？心不在焉的。
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是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